日本再武装进程已完成99%，战后军事框架深度调整，亚太格局将迎来什么变化？日本坚守数十年的专守防卫模式，在2025年彻底迎来转型，包括防卫费飙升至9.9万亿日元，启动核动力潜艇研发，试射高超音速导弹，甚至通过大西洋之鹰任务主动绑定北约，实现跨洲军事部署，并以65亿美元军售订单完成军工出口体系。陆海空也掀起升级浪潮，陆自扩编导弹部队，海自全力推进航母化，空自批量列装隐身战机。这一系列军事动作究竟会如何重塑亚太地区的格局？在武装完成之后，日本军力能达到世界第几？最近这段时间，日本突然火了，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彻底引爆亚洲。但火力军要说的是，这只是一部分。在军事领域，日本更是用一连串的操作向世界宣告，它的再武装已经迈入全新战略阶段。从防卫费破纪录暴涨，到武器出口限制全面松绑，从核动力潜艇研发开绿灯，到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，每一步都在改写地区的安全格局。这不是简单的军事升级，而是一场规划深远的战略突围。曾经那个处处受限的日本自卫队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蜕变成一支具备全球部署能力的进攻性军队。想要重新武装，首先要有钱买装备，研发新技术，这一点日本已经完成了。防卫费直接跳级式暴涨。在施政演说中，高市早苗明确表态，要把原定2027财年才实现的防卫费占 GDP 2%目标，提前到本财年就完成。2025财年防卫预算直接冲到 9.9 万亿日元，突破战后历史记录。9.9 万亿日元是什么概念？换算成美元差不多650亿，比很多中小国家全年 GDP 都高，相当于日本每天要花270多亿日元搞军事建设，每秒就要砸出去31万日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日本防卫费长期维持在 GDP 的 1% 左右，现在一下翻倍，还是提前达标。这不仅仅是自卫，还是砸钱扩充军备，把爱国者、战斧、F-35等先进装备通通搬回家。这还只是开始，毕竟光花钱也不行，日本还要拿武器赚钱。自民党与维新会启动了内部讨论，计划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，彻底推翻战后长期实施的非致命装备出口约束。在此之前，日本只能卖些非杀伤性装备，比如军用帐篷、救援设备等，交易金额太小，利润太低。推翻约束后，导弹、舰艇这种高端进攻性装备也能放到国际市场卖，这个价格都是以亿美元为单位。在澳大利亚这边，日本以65亿美元的价格拿下11艘护卫舰订单，创下二战后最大军售纪录。这说明它的军工出口体系已经正式定型。对于日本来说，这波操作一石二鸟，可以把军工产业变成赚钱机器，让三菱重工、川崎重工这些巨头赚得盆满钵满，靠出口摊薄研发成本。另一方面，也可以通过军售绑定其他国家，比如卖装备给澳大利亚、菲律宾，顺便就能搭上线搞联合训练、情报共享，扩大自己的军事影响力，构建亚洲装备供应链。有了钱就要买装备、造武器了。日本选择的方向是核潜艇以及高超音速导弹。2025年9月，日本防卫省的一份研究报告直接把核动力潜艇的选项写了进去，还特别强调不受常规做法束缚，要研发能够长距离、长时间水下航行的潜艇。自民党和维新会的联合执政文件里也明确表态，要给研产核动力潜艇开绿灯，这是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。目的是什么？相信大家都能猜到。紧接着，防卫省又放了个大招，自研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已经在美国完成2次试验，射程1000公里，计划2025年底收官，到时候能用车载穿越实现机动部署。既然已经是高超音速导弹了，那自然不是普通的防御性武器。日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采用乘波体设计，飞行速度能达到5马赫以上，还能变轨飞行。现有防空反导系统很难拦截，突防能力极强，明显是冲着主动打击敌方基地、舰艇去的。而且这还只是起点，日本已经在研发射程2000公里、3000公里的改进型号，未来打击范围将进一步扩大。这个 PPT 武器能否实现，火力军也不知道，但日本既然亮出来了，就说明有这个想法。除了以上这些，日本在国际联动上也很积极。10月底，航空自卫队启动了大西洋之鹰任务，派遣了8架军机，包括4架 F-15战斗机、2架 KC-767空中加油机和2架C-130J 运输机，
带着180人首次部署欧洲，进驻美国、德国的北约基地。更夸张的是，统合作战司令部主导了一场5.8万人规模的令和07年度统合演习，直接接入美军的天基预警系统，实现指挥直连，还跟美国、澳大利亚一起搞 F-35演训和导弹试射。演习规模这么大，技术联动这么深，完全是按实战标准来的。从这个消息也能看出来，日本这次再武装不是买几样装备、搞几次演习那么简单，而是从指挥、部署、法律3个核心层面进行颠覆性突破，每一个都足以改变地区安全格局。第一个就是指挥体系革命，相当于给日本自卫队装了个全新大脑，彻底解决了以前各自为战的毛病。在统合司令部成立之前，日本海陆空自卫队长期处于3足鼎立的状态，陆自管地面部队的训练部署，海自负责海上作战任务，空自专注防空拦截，三者之间缺乏统一的指挥协调机制，甚至存在情报壁垒。海自发现海上目标要层层上报，再转给陆自或空自，等指令传下去，目标可能早就跑了，协同作战效率低得要命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成立了统合司令部，能实现3自卫队一体化指挥，不管是陆自的导弹、海自的军舰，还是空自的战机，都能统一调度，战时反应速度至少提升30%以上。更关键的是，日本还跟美军建立了全天候联合战备值班机制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军事指挥系统24小时都能实时对接，情报共享、任务协同一步到位，等于把自己的指挥链跟美军绑在了一起。这协同作战能力可不是一般的提升。为了表明自己再武装的决心，日本还计划修改自卫队军衔名称，向之前看齐。看着只是改个名字，实则是在抹去战后军事限制的符号，让自卫队从名义到体系都向正规军队发展。第二个变革是战略前沿部署，简单说就是把战场推到别人家门口。日本已经向菲律宾巴坦群岛派驻了海岸监视部队，能实时盯着周边海域动向，还在石垣岛与那国岛部署了远程导弹阵地。再加上之前提到的1000公里高超弹，等于从东边形成了一个火力压制点，配合菲律宾那边的部队，这种主动把军事力量往前推的操作，摆明了就是进攻。第三个则是法律束缚的突破，这也是最根本的变革，彻底架空了专守防卫原则。战后日本一直说自己是专守防卫，只有在本土被攻击时才能防守，所以日本武装部队的名字就是陆上自卫队、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，重点是自卫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日本解禁了集体自卫权，哪怕日本没有被直接攻击，只有他的盟友被打了，他也能出兵帮忙。翻译一下就是可以海外用兵。以前日本自卫队想出国执行任务还要找理由，什么救援、维和等，解禁之后，日本就能光明正大的跟着美国等盟友海外作战，跳出本土防御的框架。就火力军来说，从指挥到部署再到法律授权，都具备了进攻的条件，这跟以前的日本自卫队已经完全是2个概念了。当然，光有体系和战略还不够，再武装不能是纸上谈兵，还要有实打实的提升。就结果来看，日本陆自、海自与空自实力都有相当大的提升，再武装进程已经接近完成。先看陆上自卫队，陆自的核心就是射程不够，导弹来凑。为了提升战力，直接对部队进行扩编，岸舰导弹点队从之前的4个扩到了7个，其中3个直接部署在西南诸岛。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把导弹阵地建在前沿，列装的攻击型12式导弹，射程更是从原来的200公里提高到900公里，既能打军舰，也能打地面目标。不过毕竟已经防卫太长时间，导弹都快生锈了，为了尽快适应，日本的训练和后勤都在实战化。现在的陆自经常搞岛屿防卫实战训练，还直接征用民用设施，比如使用民用机场起降战机，用民用港口来运输弹药。一旦爆发冲突，日本可以快速把民用设施变成军事基地，不用等专门的军事基地建好，平战转换速度很快。更重要的是，日本还组建了旅级特种部队，专门聚焦海外作战任务。以前陆上自卫队顶多在本土搞防御，现在直接组建能去海外打仗的特种部队。再看海上自卫队，这几年更是脱胎换骨，一直向航母化和远程打击2个方向猛冲。在舰艇部队防御，第6艘大鲸级潜艇已经下水了，水下续航能达到16天。一般情况下，常规潜艇的水下续航也就几天，16天意味着它能在水下待更久，隐蔽性和突袭能力都大幅提升。不过对于海自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航母的突破。加贺号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，
现在能搭载 F-35B 参与演习，从原来的直升机驱逐舰变成了真正的轻型航母。日本战后几十年的航母梦，这下算是实现了。还有8艘宙斯盾驱逐舰正在适配战斧导弹，射程能到1600公里。这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光能防空反导，还能从海上对1600公里外的地面目标发起打击，远程进攻能力一点都不缺。日本还卖给澳大利亚11艘护卫舰，不光赚了65亿美元，还能借着联合建造、后续维护的机会，跟澳军深化协同。以后澳军的护卫舰跟日本的军舰一起训练、一起行动，等于日本的海上影响力直接延伸到了南太平洋，这步棋走得又狠又远。最后就是航空自卫队，改革重点在于全球化部署和隐身化攻击。在大西洋之鹰任务中，日本8架军机首次部署欧洲，对接北约训练体系。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第一次把兵力派到欧洲，以前顶多在亚太跟美军搞联合训练，现在直接去北约的地盘，跟北约国家一起练，等于把自己的空战体系跟北约对接，以后参与全球军事行动更方便。战机规模也有所提升，累计接收的 F-35系列战机已经超过40架，计划2031年达到147架，这个数字在全球都能排到前列，作战能力根本不是以前的4代机能比的。另外，日本还经常跟德国、法国等一起搞空战训练，强化协同能力。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是闭门造车，现在天天跟欧美强国玩，实战能力提升得很快。日本这么一折腾，军事能力已经从防御型彻底转向进攻型，不管是陆地的远程导弹、海上的航母潜艇，还是空中的隐身战机，都具备了打高强度区域冲突的能力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提升。在武装后的日本，军力在全球都排得上号。在2025火力指数中，日本排名第8，在英法韩之下。毫不客气地说，等到日本在武装彻底完成之后，战力将超越英法韩，成为世界第5大军事力量。防御能力，火力军觉得不用多提，在解禁之前，这是日本唯一能做的事情。技术好不好，用脚想都知道。在亚太地区，日本的反潜、扫雷、海基反导的水平绝对处于前列。反潜方面，日本海上自卫队有专门的反潜机部队，还有宙斯盾驱逐舰、先进潜艇，加上多年来一直跟美军练反潜，经验和装备都是顶尖的。扫雷更是如此，日本扫雷艇数量多，技术先进，常年在波斯湾、红海等地区执行扫雷任务，实战经验丰富，属于全球扫雷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。海基反导方面，8艘宙斯盾驱逐舰，也就是金刚级、爱宕级和摩耶级，都能发射标准3，能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，跟美国的协同反导体系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反导优势。再看进攻能力，火力军给大家仔细算一算，现在的日本陆上有7个岸舰导弹联队，3个部署前沿，900公里导弹能覆盖周边；海上有4艘准航母，包括2艘出云级和2艘日向级，6艘大鲸级潜艇，8艘能发射战斧导弹的宙斯盾舰，空中有40多架 F-35，以后要到147架，还有1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，加上旅级特种部队海外部署能力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只能被动挨打的自卫队了。这一套组合拳打出来，完全可以跟印度掰手腕。印度那边都是买，但日本不仅买还能造。当然，更关键的是体系整合能力。日本已经跟美军实现了指挥、情报、火控的深度绑定。简单说，美军的卫星侦察到的情报能实时传给日本自卫队，日本的导弹发射系统能跟美军的火控系统对接，甚至在指挥层面，统合司令部能跟美军司令部直接联动。这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整合程度，让日本的军力得到了倍增效应，等于他能用美军的体系来放大自己的战力，这比单纯买几样先进装备管用多了。在这些变革完成后，日本将拥有9.9万亿日元的防务开支，轻型航母、高超音速导弹、5代机等高端武器直接是应有尽有，战力甚至可以超过了英法韩，常规军力将达到世界前5。在欧洲这边，英法德这些老牌强国已经不行了，正在走下坡路，希腊、波兰才是最近崛起，到后面应该是波兰与日本对比。英法这边无论是军工企业还是军队规模都在不断缩减，相比之下，日本的军工技术更扎实，比如大鲸级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技术， F-35的组装维护能力也都不错。这么看来，日本的再武装已经不是萌芽阶段，而是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，从防御到进攻，从区域到全球，从装备到体系，都具备了世界级军事力量的特征。这种实力的跃升已经开始冲击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，以后周边国家面对的将是一个完全突破战后约束、具备强大进攻能力的日本。
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日本在武装之后实力能达到世界第几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剧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，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。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